下一个议题我们有请凤静老师给大家带来小程序按需注入优化启动性能和提升用户体验的相关讨论。大家好，我是来自凡泰的凤静，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小程序按需注入优化启动性能、提升用户体验的一个分享。然后相信刚才已经分享过很多关于小程序相关的，这里就再简单说一下目前我们小程序的一个架构。小程序的话主要是分为逻辑层和视图层嘛。逻辑层的话主要是处理一些数据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在小程序中写的 JS 相关的一些代码，就是运行在逻辑层的。视图层的话，主要就是将数据渲染成视图，就比如说我们在小程序中写的一些 XML 之类的模板，它们就是在运行在视图层。然后逻辑层和视图层的话呢，就只会和小程序的一个 SDK 去进行一个交互。那这样子的话，宿主应用是没法去直接去修改或者说访问的。那这样子就能保证一个数据的一个安全性，形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安全沙箱吧。OK，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实现一个按需注入呢？就是因为现在小程序也发展了6、7年了嘛，然后小程序会越来越大，然后页面和组件也越来越复杂，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体的一个代码包的体积会很大。通常情况下来说的话，在小程序启动的时候，就是启动页面所依赖的所有代码包，就包括主包、分包之类的，还有用到的一些 JS 代码，都会同时的合并注入到环境中。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很多没有用到的一些代码，也会在小程序的运行环境中去执行，同时还会注册一些没有用到的一些组件，就会占用一个内存。然后我们想的话，就是现在想要优化这个小程序启动耗时的话，提升首屏的一个渲染时间，目前就是2种方式吧。第一种的话就是分包，刚才也有提到，就是把一些使用频率比较低的页面放到分包里面去，可以减少一个代码包的一个体积。就比如说一些活动页面啊，或者说2、3级的一些功能页面。然后第二种方式就是开启这个按需注入的一个配置。开启按需注入的话，就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代码去注入和执行，就可以降低小程序的一个启动时间，还有一个运行时占用的一个内存。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组件 JS 文件的一个加载流程吧。这里有3个注释，第一个的话是在初始化的时候有用了一个 for 循环去初始化一个 list，然后第二个注释的地方就是在调用 component 这个构造函数去注册组件的时候，会去合并一些用到的 behavior 的里面的一些数据。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吧，就是在注册组件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操作逻辑的。然后第3部分就是在生命周期里面的话是，只有在创建组件的时候才会执行。那比如说我们在首页没有用到这个组件的话，那么第1、第2部分所消耗的一个时间，其实就相当于是被浪费掉了的。同时因为注册组件还会占用一定内存，所以的话这一部分内存也会被浪费掉。所以如果说开启了按需注入的话，那么这一些耗时和内存都可以被节约下来吧。OK，然后大家应该对按需注入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我们当初的话是定了2个方案吧。第一种方案的话，就是在编译的时候，在普通的小程序基础上去移除一个require 相关的一些 JS 代码，然后是在需要的时候再去动态的去调用require去加载对应的 JS 文件。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优点的话，就是改动量会比较小，然后不需要 SDK 那边的一些配合吧。然后缺点的话，就是只减少了一个执行的耗时，是对于大文件的加载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化吧。因为对于大的 JS 文件在加载的时候，它解析其实也是同步主设着的。然后方案2的话，就是把整个小程序拆分成多个文件，然后在加载的时候发送事件通知 SDK 去同步加载一些
对应的一些文件吧。这样做的话，优点就是整体的优化性能会比较明显，然后缺点的话就是，工作量会比较大吧。然后我们在做 demo 的时候，就是发现方案一的，本来是想用方案一的，但是发现效果确实不是很明显，然后最终就还是采用了一个方案二的方式。OK，这里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没有开启按需注入的情况下，小程序编译之后生成的一个产物。左边的话就是 JS 还有 F XML 还有 FTS 相关的一些代码，然后像样式文件还有一些 JSON 配置文件的话，这里就没有列出来，因为涉及到一些其他逻辑。这里可以看到，像 JS 相关的一些逻辑的话，都会被打包成一个 app.js，然后这个文件是交给逻辑层那边去加载的。然后像 F XML 一些模板相关的一些逻辑的话，又会被单独打包成一个template.js，这个文件的话是交给视图层和逻辑层加载。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说为什么没有开启按需注入的话，会影响会加载一些没有用到的代码，因为它们都被打包成一个 JS 了。OK，这个的话是开启了之后，我们打包生成的一个产物逻辑吧。这里的话就会功能模块会分得比较细，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吧。像第一个 common.app.js 的话，就是一些模板渲染的公共数据还有方法，就比如说像runtime 用到的 create_element，或者说一些全局的一些变量的一些定义之类的，会放在这里面。然后第二个的话是 webview.app.js，这里面的话主要是一些脚本文件，还有包括 template 的一些定义。这里的 template 的话指的是我们在小程序中用的 template 标签，就是相当于一些公共的渲染相关的方法会放在这里面。然后还有就是 app_service.js，这里面的话就是包括 app 的一个注册，然后还有 Babel，还有一些其他用到的，比如说工具函数之类的 JS 文件，都会被放在这里面。说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有 Babel，因为在小程序中是支持 ES6或者说更新的一些语法的，但是在一些低端的一些浏览器的话还不支持，所以在编译的时候会把部分就是用到的一些 Babel 的代码会放到这里面。然后像页面的 JS 还有 F XML 都会被单独的生成对应的一些，比如说 app_service.js 还有 webview.js 的文件。OK，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可以满足我们按需注入的一个基本条件了。然后就看一下在加载的时候怎么去使用这些文件，就是在基础库去接收到一个路由事件，就比如说现在是启动，然后传入过来的启动参数指定打开的一个页面是 page-index，那么就会递归的去找这个页面所用到的所有组件，然后这时候 page-index 里面就用了一个组件，就是 component-index，然后再递归的去找，然后发现 component-index 它没有用到其他组件，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页面所依赖的所有组件都已经找完了，然后就这两个，然后去一个全局的组件管理的对象里面去看，是否有已经加载过的一个组件，然后发现是因为是首次加载嘛，所以这个宿主是空，然后就会调用一个同步的 load.js file 的一个方法，通知 SDK 那边去加载这两个组件相关的一些文件。因为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渲染流程的一部分嘛，所以这个地方的加载 JS 文件和执行都是必须得是同步的，否则的话，在后续创建组件的时候，就可能会有报错，就比如说，组件不存在，或者说，组件未注册之类的。然后当这两个组件相关的文件加载完之后，就会把它们丢到一个，就会 push 到 inject components 里面去。就是为了，比如说，如果现在那个就再跳转到一个页面的话，那它也用到 component_index 这个组件，那么在中间这一步就会被过滤掉，后续就只会加载一些没有加载过的一些组件的文件。
对，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实现之后做的一个数据统计吧。先介绍一下这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的话有94个页面，然后包含主包的话可能有5个分包，自定义组件的话就更多了，然后那个就没有统计了。然后是安卓和 iOS 都有测，然后左边的话是用的 iPhone 13的机型。其实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在开启了按需注入之后，在逻辑层这边的加载的话，是比没有开启的基本上是快了50%左右吧。然后在渲染层这一边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快了90%左右。然后右边这个的话就是安卓系统测的，因为用的是红米 Note 9 4G 版，就是稍微会比较低端一点的机型吧，所以整体的一个耗时都会比 iOS 这边会多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在开启了按需注入之后，他们的一个优化是跟 iOS 差不多的，基本上也是逻辑层50%，然后渲染层90%左右。所以说就是还是，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实现和使用这个按需注入？OK，然后在按需注入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高级一点的用法，就是用时注入。如果说按需注入是页面级的一个优化的话，那么用时注入就可以说是组件级的一个优化吧。什么是用时注入呢？就比如说这里有个例子吧，就如果说在开启了按需注入的情况下，然后同时给某个组件设置了一个占位节点，那么就认为这个组件是开启了按需注入的，开启了用时注入，然后在初始化页面收集依赖的时候，比如说像现在这个 component，它是通过 if 这个指令来控制它的一个渲染的。如果初始化的时候这个 flag 是 false 的话，那相当于它不会被渲染。那么在页面初始化的时候，它就不会收集 component A 这个的依赖。那么当我们调用一些 set data 或者说修改数据使 flag 设置为 true 的时候，那么才会去渲染，然后才去动态的去加载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文件吧。然后当组件还没有加载的时候，渲染流程渲染引擎它是直接先按照你设置的这个占位节点 view 来去做一个渲染。当相关的组件的文件加载完之后，然后再去做一个替换。这里说的话可能会有点复杂，可以看一下一个录屏吧。就是可以看到在，哎，这个怎么放？对，这是一个慢放的录屏，然后可以看到在没有渲染的时候它是空的，然后当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把 flag 设置为 true 的时候，它是可以看到好，谢谢。可以看到它是先闪了一下，先显示了一个 this is placeholder，然后再显示 view 里面的内容，然后再显示 component A 里面的内容。因为现在 component 里面我们没有设置 slot 嘛，所以 this is placeholder 它并不会保留下来，所以就是做了一个替换。OK，然后再介绍一下一个 operation flow 吧。这个的话主要是因为完整的按需加载的一个通信事件会比较多，相对也会比较复杂一点，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operation flow 的话，主要是将与页面渲染相关的一些事件，或者说是需要逻辑层和视图层同步的一些事件，通过一个2位数组的一个方式去发送进行一个交互。然后每个数组里面就表示着某一项操作吧，比如说像左边这个例子，第一项的话，每一个数组的第一项就是一个用 number 做的一个枚举值吧，然后这个值的话就是内部定义好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5的话就是认为是一个一个开始的一个标识位，那么10的话就是创建页面之类的。那么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一个顺序，就是执行的一个顺序是先创建页面，然后再调用一个 ready 的回调，再创建组件之类的。这样的话简化了之前我们用的一个 string 类型标记事件。就比如说之前可能创建一个页面需要 publish 一个create page 的一个事件，然后创建组件又得 publish 一个 create component 的一个事件。这样的话只需要发送一次，同时数据量也会减小，也能保证一个数据的顺序，就操作的一个顺序吧。OK，然后再分享一下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个规划吧。目前的话是已经抽离出一层渲染引擎层，然后可以兼容比如说现在小程序用到的浏览器 WebView 渲染，然后包括我们后续可能会用的 Flutter 的一个渲染，那么可以只需要这些底层的渲染实现了对应的接口的话。那么就不会影响小程序和基础库上层的一些逻辑，就可以动态的去替换不同的一个渲染引擎，适配不同的一个场景吧。OK，然后我们公司的话是在深圳，然后目前服务了500多家企业吧。然后这是我们的大概一个产品架构图，然后这是部分的客户。对，然后就这样，然后如果大家也可以添加技术交流群，或者说添加一个我的微信去进行一个交流，谢谢。感谢介绍，大家有什么comments 或者想要讨论的内容可以举手发言。OK，我实际上对这边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有一个分包加载的这部分，就是你们在做优化的时候看了一下，其实，我认为可以分2部分吧，一部分肯定是会在开发者的开发态进行一些呈现，还有一部分肯定是在SDK 或者在运行时上做的一些优化。那这2部分之间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你开发者这边可能需要。就是你在开发形式上，或者在开发者认知上，他会要对这种开发方式要进行哪些学习，或者说是已有的一些应该是设计上的一些考虑吧。因为他如果是开发太了解的话，他可能需要对整个小程序运行以及加载哪些包或者哪部分，它不是他认为定义需要按需的。他这部分要做哪些储备，或者说他有一些前期的一些理解。OK，其实如果只是说按需注入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全局的一个配置项嘛，其实还是建议所有开发者都是默认去开启这个，因为它对于在开发的过程中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它只是在加载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影响。因为它不是如果说是像组件是后面说到那个用时注入的话，就可能说，比如说一些不需要立即渲染的组件，或者说之类的，就是可以考虑去开启一个用时注入。也只是开发者类似于只是在语法上层面上，就相当于只是有一个类似于 using component 一部分的那个体现，对吧？然后，但是它在设计的逻辑上，在设计这个应用或者在这个设计这个应用的角度上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说哪部分是可能需要用到这个用时加载的，对吧？对，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得要根据实际的一个业务场景来确定吧。就比如说一些，就还是刚才说到，可能一些小组件啊，或者说不是很关键的一些组件，因为可以看到它是会用到一个占位节点的一个东西来做一个替换嘛。如果说
比如说产品或者说业务那边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不好的话，其实就可以不用考虑开启。如果说它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用时注入的一个加载。感谢凤金老师的稍等，王姐。你好，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提到那个 operation flow 那块技术，我看理解起来应该是在就是视图层和逻辑层之间，把那个一些相当于 set date 的操作变成了一个集合的这种一次性的发送，对吧？对，但是它并不仅是 set data，就是它一系列的渲染流程，就渲染流程是一个完整的嘛，就比如说你修改了数据，创建了组件，然后还有一些，我现在想不起来，就比较多的一个场景，它是做的一个集合嘛，因为你逻辑层也有相关的一些操作逻辑，那就会会把这一个做一个集合去发送给渲染层那边，渲染层的话会按照这个顺序去就按顺序的去执行，它同时也可以做一个校验，比如说我第3条我其实应该收到一个 ready 的回调，但是我收到的是一个创建组件的，那其实这个地方就会报错，然后也可以通知基础库的一个开发者，这里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之类的。对，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是如何保证它这一系列操作它是一个原子化的操作啊？比如说中间的某个操作，是会有报错，或者是会有依赖其他的那个，就是上一次操作的返回值，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native 的调用，那如何保证这些操作的原子性呢？这里的话其实是不涉及 native 相关，就是原生端那边的一些操作的。这里主要就是逻辑层和渲染层的一个创建的流程。就比如说我逻辑层调用一个 set data 创建了一个组件，然后有一个执行的一个ready 的回调，然后又创建了一个组件。那这一个部分的逻辑其实都是基础库，就是 JS 这边做的一些操作逻辑。那么它在视图层其实也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逻辑。我们在这一部分代码其实大部分也是复用了，所以基本上可以保证一个顺序就是能保证这么个顺序吧。好，谢谢。